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健康大实话，我是主播张宏志。曾经我听到有些家属和长辈在讨论一个问题，甚至可以说是争论，他们在争什么？争这一辈子的努力到底是为了什么？老了以后到底什么是真正的靠山？很多人直觉反应就是钱，但我今天要非常严肃地告诉各位，根据我在台湾安养产业服务了整整30年的经验，我看过数以千计的老年生活案例，在这个2026年的当下，老了以后最好的依靠绝对不是钱。你可能觉得我在唱高调，且听我慢慢道来。钱重不重要？当然重要，钱是生活的底气，没钱却是万万不能。但是如果你以为存够了500万、1000万，或者是名下有3、5栋房子，你的晚年就一定幸福，一定高枕无忧，那你可能就正在走向一个巨大的误区。我这30年来看过太多住进最高级 VIP 病房的长辈，钱多到甚至不知道该怎么花，但他们躺在病床上，眼神却是空洞的，内心是凄凉的。所以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比钱更关键、更能决定你晚年生活品质的3样东西。守住这3样，你才是人生下半场真正的赢家。这3样东西分别是健康的身体、真心的朋友，还有对生活的热情。请记住，顺序不能乱，这3样是环环相扣的。我们先来谈谈第一样，也是最基础的底座，那就是身体。我知道大家都在说身体健康最重要，这听起来像是一句老生常谈的废话，但是知道跟做到中间隔着10万8千里。尤其是到了2026年的今天，医疗科技确实很发达，我们台湾的健保体系在全世界也是数1数2的好，但这反而让很多人产生了一种依赖心理，觉得自己年轻时候拼命赚钱，透支一点健康没关系，反正老了有钱可以买最好的药，住最好的医院，请最好的看护。各位，这是天大的误解。我在安养院里见过一位以前在科技业叱咤风云的董事长，他不到50岁就赚到了几辈子花不完的钱，但是因为长期熬夜、应酬、喝酒，忽视身体发出的警讯，结果55岁那年一次严重的脑中风，直接把他放倒了。虽然他住的是我们这里最高级的单人套房，有2个专业看护，24小时轮班照顾，但这能换回他自由行走的双腿吗？能换回他清晰的口齿吗？不能。他跟我说，他最后悔的就是以前把赚钱当成唯一的目标，以为身体是铁打的。现在看着窗外的阳光，想自己走出去晒晒太阳都成了奢望。那时候钱对他来说是什么？只是一串数字，是付给医院和药厂的账单而已。身体是财富、地位、房子、车子，这些都是后面的零。如果你把这个搞丢了，后面有再多的零也是一场空。这就好比你在台北市信义区有一栋豪宅，但你是躺在加护病房里看这栋房子的权状，那这房子跟你有什么关系？那么具体该怎么守住身体？其实道理很简单，难在坚持。我要给各位几个非常具体的建议，别再去迷信什么昂贵的保健品或是什么神奇的疗法，那些多半是智商税。真正的养生藏在日常生活的细节里。首先是吃。现在的外送平台太方便了，很多长辈独居或者是觉得煮饭麻烦，就餐餐叫外送，什么炸鸡排、卤肉饭、手摇饮，重油、重咸、重糖。各位，我们的内脏器官用了几十年了，他们也会累，也会老化，经不起这样折腾。请尽量回归粗茶淡饭，多吃台湾在地的当季蔬果，少吃加工食品。这不是要你苦行僧式的生活，而是为了让你的身体负担轻一点。再来是动。很多人跟我说，院长，我老了跑不动了，我没叫你跑马拉松，也没叫你去健身房举重。最好的运动就是走路，每天去附近的公园，像是大安森林公园也好，还是自家楼下的社区中庭也好，每天走个30分钟，让身体微微出汗，这就足够了。关键是每天，我看过很多身体硬朗的90岁长辈，他们的共通点不是吃了什么仙丹，
而是几十年来雷打不动的晨练或是散步习惯。你要把运动当成是跟吃饭睡觉一样重要的事情，这是在帮你未来的生活品质存钱。还有一个重点是定期检查。很多长辈有一种鸵鸟心态，觉得我不去检查就没病，一检查全身都是病，所以抗拒去医院，甚至觉得健保虽然有给付，但挂号费也是钱，能省则省，这是大错特错。很多疾病，像是癌症、高血压、糖尿病，早期发现跟晚期发现那个治疗的痛苦程度和花费是天壤之别。你就把身体当成是你开了一辈子的一台车，开了几十年了，难道不应该定期进厂保养维修一下吗？不要等到车子在半路抛锚了，甚至引擎报销了，才在那边哭天抢地。接下来说说第二样东西，这往往被很多拼事业的人忽略，那就是朋友。现在社会结构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。以前我们讲养儿防老，现在这个观念真的要改一改。这不是说子女不孝顺，而是现实太残酷。现在的年轻人压力多大啊！在台北买个房子要背几十年的房贷，如果你孩子在新竹科学园区工作，或者在国外发展，他们光是顾自己的小家庭拼事业就已经焦头烂额了。他们可能有心想陪你，但真的没有那个时间跟力气。我在安养院看到很多长辈，孩子很有成就，每个月寄回来的钱也很多，安养费从来不拖欠。但是这些长辈快乐吗？未必，因为他们除了跟看护大眼瞪小眼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子女回来探望，往往也是匆匆忙忙，做不到半小时就要走。而且说实话，两代人之间有代沟，聊的话题常常聊不到一块去。你想聊当年的奋斗史，孩子想聊现在的 AI 科技，最后就是大家坐在一起滑手机，这不叫陪伴，这叫尽义务。所以老了以后，真正能陪你解闷、懂你笑点、能跟你聊得来的，只有你的老朋友。这里的朋友不是指那些因为利益关系结识的酒肉朋友，也不是那些整天只想跟你推销理财产品的人。我说的是那种能够真心相待、有共同回忆、不需要伪装的朋友。你要知道，朋友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是需要用心经营的。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忙着赚钱，觉得社交是浪费时间，或者交朋友都是为了谈生意。等到退休了，名片上的头衔拿掉了，才发现手机通讯录里几千个人，真正能打个电话出来喝杯茶，聊聊心事的人，连一个都没有。这种孤独感是会吞噬人的灵魂的。那要怎么守住朋友？我有几点建议。第一，要主动，不要总是等着别人来约你。人际关系是互动的，你今天主动打个电话问候一下老同学，明天约个老邻居去爬爬山，感情就是这样热络起来的。不要怕被拒绝，也不要觉得没面子。第二，要真诚，不要算计。到了我们这个年纪，谁比谁有钱，谁比谁地位高，其实都已经不重要了。朋友相处贵在轻松自在。如果你跟人交往还在算计着我也送你多少礼，你该回我多少情，那这不是友情，这是交易。真正的朋友是如果不幸生病了，愿意去医院看你，愿意听你发牢骚的人。第三，要过滤，这一点很重要，不是所有人都值得深交。那些整天充满负能量，只知道抱怨社会、抱怨媳妇、抱怨政府的人，或者总想占你便宜的人，还是敬而远之比较好。我们要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留给那些正向、温暖、懂得感恩的朋友。所谓三五好友，闲话家常，人生足矣。我在安养院里看到最快乐的一群人，往往不是最有钱的，而是那群能在交易厅里一起下棋、一起唱歌、一起聊八卦的老伙伴。最后，我们要谈谈第三样，也是最高层次的依靠，那就是热情。很多长辈身体还行，朋友也还有几个，但为什么生活还是过得死气沉沉？因为他们失去了对生活的热情。他们觉得反正退休了，任务完成了，孩子也大了，自己就是一个没用的老人了，每天就是起床、吃饭、看电视、睡觉，日复一日的等日子过，甚至说难听一点，是在等死。这种心态才是真正的衰老。我常说，人的衰老不是从长第一根白头发开始的，也不是从第一条皱纹开始的，而是从你对这个世界不再好奇，
不再有期待的那一刻开始的。我看过很多70、80岁的长辈，眼睛里是有光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有热情。热情是什么？热情不是说你要像年轻人一样去蹦极、去冲浪。热情是你对生活依然保持一种探索的欲望，依然觉得自己有价值。你看，现在是2026年的台湾，社会变化这么快，人工智慧、智能居家，各种新的 APP 层出不穷。有些长辈选择排斥，说那个我学不会，那个是年轻人的玩意儿，然后把自己封闭起来。但也有另一些长辈，他们愿意去学。我在社区大学看过很多60、70岁的学生，学摄影、学剪辑影片、学画画，甚至学怎么用 ChatGPT。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找回了自信，找回了乐趣。除了学习，热情也来自于利他。如果你觉得自己退休后没事做，不妨去当志工。台湾有很多很好的公益团体，像是慈济，或者是各地的庙宇、医院、图书馆，都很需要志工。你去帮助别人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自己是被需要的，你的经验和智慧是可以贡献给这个社会的。这种成就感是钱买不到的。我认识一位退休的张老师，他每个周末都去偏乡教小朋友写书法，每次回来都神采奕奕，跟我说看着那些孩子的进步，比他以前领年终奖金还高兴。还有，一定要培养一个爱好，不管是什么都好，种花、养鱼、写字、跳广场舞，甚至是研究食谱。这个爱好能让你在独处的时候不觉得寂寞，能让你每天早上醒来都有一个起床的动力。我有位院友是个老太太，她迷上了编织，每天给安养院里的其他老人织围巾、织帽子，她每一天都过得很充实，根本没时间去想什么老了没用的负面情绪。所以各位朋友，讲到这里，我想大家应该明白了，身体、朋友、热情这3样东西其实是3位一体的。如果你没有健康的身体，你就算有再多的朋友，也没办法跟他们一起出去游山玩水。你就算有再大的热情，也心有余而力不足，只能躺在床上叹气。身体是那个本。如果你没有朋友，只有身体和热情，那你就像个独行侠，快乐没人分享，痛苦没人分担，久了心里也会出问题，甚至会变得孤僻古怪。朋友是那个伴。如果你没有热情，只有身体和朋友，那你可能就是个健康的行尸走肉，生活缺乏色彩和滋味，每天只是为了活着而活着。热情是那个魂。只有这3样东西都守住了，你的晚年生活才会是一个稳固的三角形，才能在这个变动的时代里找到真正的安稳和幸福。我知道很多观众朋友听到这里，心里可能会嘀咕，说得容易，做起来难啊。我现在还在为生活奔波，哪有时间管这么多？其实这不需要你立刻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改变，而是从现在这一刻开始，转变你的观念和微调你的生活方式。比如从今天开始，把你那总是为了加班而点的宵夜戒掉，哪怕只是早睡半小时，也是对身体的投资。比如这个周末别只是赖在家里滑手机，给许久没联络的老同学发个讯息，约出来吃个简单的早餐，聊聊近况。比如去书局逛逛，买一本你一直想看却没看的书，或者报名一个你感兴趣的社区课程，哪怕只是学怎么煮一道新菜，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，经过时间的累积，就会产生巨大的复利效应。你要知道，人生不是100米冲刺，而是一场马拉松。前半段我们拼的是速度，是爆发力，拼的是谁赚得多，谁爬得高。但是到了后半段，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阶段，拼的是耐力，拼的是谁更稳，拼的是谁的内功更深厚。我在安养院这30年，送走了无数的长辈，在生命最后的时刻，我从来没听过有人后悔自己赚的钱太少，后悔自己买的房子不够大。但我听过太多太多的忏悔。有人忏悔自己为了工作牺牲了健康，导致最后10年在病痛中度过。有人忏悔自己忽略了朋友和家人，
导致最后孤单一人。有人忏悔自己这一辈子都在为别人而活，从来没有真正追求过自己喜欢的事物。我不希望这样的遗憾发生在座的每一位朋友身上。现在外面很多的媒体，很多的理财专家都在贩卖焦虑，告诉你通货膨胀多可怕，告诉你劳保、健保可能会破产，告诉你如果不存够几千万老了就会很惨。这种焦虑感很容易让我们迷失，让我们变得只知道抓紧钱袋子，而忽略了真正重要的东西。我要告诉各位的是，不要被这些焦虑绑架。虽然经济基础很重要，但在台湾，只要你没有过度的挥霍，基本的养老生活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。真正可怕的是心灵的贫瘠和身体的垮台。我看过住着千万豪宅却整天愁眉苦脸的老人，因为他跟谁都处不来，身体又一堆毛病。我也看过住在普通老公寓，领着基本退休金的老夫妇，每天笑呵呵地去公园做操，跟邻居闲话家常，假日还去当志工。你说哪一种才是真正的赢家？答案不言而喻。人生到了下半场，我们要做的就是减法，减去那些不必要的物质欲望，减去那些无效的社交应酬，减去那些无谓的焦虑和攀比，然后做加法，增加对身体的关爱，增加对朋友的互动，增加对生活的热爱。这三样东西，身体、朋友、热情，他们不需要你花大钱去买，但他们比任何昂贵的奢侈品都珍贵，因为他们是无价的，而且是那种你越用心经营，回报就越丰厚的东西。我常常跟院里的长辈说，60岁以后其实是人生的第二春，这时候你的责任轻了，时间多了，只要身体好，有朋友，有热情，这可能是你这辈子最自由、最美好的时光。不要把这段时光浪费在担忧和恐惧上。所以亲爱的朋友们，无论你现在是40岁、50岁还是60岁，请把你关注的焦点从存钱稍微转移一点到纯健康、纯友谊、纯热情。上来钱会贬值，通货膨胀会吃掉你的购买力，但是你结实的肌肉，你灵活的关节，你相知相惜的老友，你对世界的好奇心，这些东西是不会贬值的，它们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有价值。当你老了，当你走不动了，真正能支撑你的不是银行户头里的数字，而是你能不能自己吃饭穿衣的尊严，是你想说话时有人回应的温暖，是你回首一生时觉得自己没有白活的满足感。最后我想再啰嗦几句，我在安养院的工作让我看尽了人生的春夏秋冬。我真心希望每一位正在看这个节目的朋友都能拥有一个丰盛、体面、温暖的晚年，但这需要你从现在就开始行动。我希望大家听完这一集的节目，不要只是点点头就过去了，哪怕你今天只做了一点点改变，比如晚餐少吃了一口红烧肉，多吃了一碗青菜，比如给好久没见的老同事打了个电话，比如决定报名参加明天的社区健走活动，这些都是你为了美好晚年所种下的种子。我是张宏志，在安养院的第一线陪大家一起面对老去，一起寻找幸福的答案。不要怕老，老了有老了的风景，只要我们准备好了，夕阳依然可以无限好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里了。如果你觉得我讲的还有点道理，请按个赞，欢迎你订阅健康大实话节目，我会继续在这里跟各位分享关于健康、关于养老、关于人生的那些事。记住，人生最后的赢家不是最有钱的那个，而是最健康、最快乐、最温暖的那个。我们一起加油，下期见。